法国突然发生了未遂政变，政变者计划刺杀马克龙。这位法国总统是不是遭遇了两波猪队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10月28日，法国媒体报道，说是法国情报部门破获阻止了一场军事政变，以涉嫌参与策划政变还有暴力行为的罪名，把极右翼人物戴尔给拘捕了。那么指控的罪名不轻，包括了谋杀罪、企图实施政变破坏、恐怖袭击罪。而且这个谋杀的目标是谁？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次政变代号蔚蓝行动，目标胃口不小，参与人员包括现役和退役的军人，军事指挥官是个退役上校。全国还有36个分支的政变队伍，一旦发起就要求打死总统，控制国防部，控制电视台。如果政变失败，那就退出巴黎，发起全国的内战。法国历史上这种政变其实倒是不少见。你看过去巴黎人打过巴士底狱，砍过国王，还有不少贵族的脑袋。二战以后刺杀总统的事儿也是有过。当年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还有人要刺杀戴高乐。这次极右翼搞政变，估计跟选举有关。就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历来很难通过选举上台，明年又要总统选举了。目前马克龙支持率还是排行最高，24%多，但是后边还跟着两个极右翼候选人，这两个人加起来支持率超过了马克龙。如果输了，右翼肯定觉得特冤枉。其实历史上极右翼政党有几次差点打赢了，就是被其他政党联合阻击。那么极右翼肯定不服啊，因为他们在法国原住民当中群众基础相当之不错，怎么可能甘心呢？那么戴尔能够在这么大群体范围之内发起这么大规模的政变，群众基础是哪儿来的呢？因为不管是埃里克、泽穆尔还是勒庞，这些个极右翼领导人都经常发表的是种族主义言论，这些种族主义言论在法国得了民心了。你像这个穆泽尔，他主要针对的就是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移民，认为这些人入侵了法国，在法国弄出一个一个不接受政府控制的区域。穆泽尔说，法国要接受移民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应该接受亚洲移民。估计他讲的还是东亚，因为他一直仇恨的是中亚、西亚的移民。另外，他还坚持发展核电站，认为有核电站才是保住主权。他反对的是欧洲白左各种的浪漫主义情怀。所以法国很多老百姓就支持右翼这几个候选人。因为大量移民涌入，争夺工作岗位，冲击了宗教人文环境以及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所以他们对现状也是相当不满。这就导致了极右翼政党这几年在选举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选票。那么我们看到法国包括德国、英国都是一样，一方面是原住民的怒火越来越旺，另一方面移民还有外来宗教通过控制工会渗透到军队，人口膨胀，再加上欧洲白左思维群体的帮忙，他们正在试图逐渐的主导欧洲。这种现象，这种矛盾虽然在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但是法国内部这个火药味特别重。其实马克龙也明白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前几年已经开始着手给了法国宪兵更大的自由权利，可以去压制非法的宗教活动，拆除非法的宗教场所。但是这些举措在极右翼看来力度不够，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不解决问题。而在白左看来，马克龙的做法不够民主，不够人权，所以两边都有可能觉得马克龙这一派是耽误法国的猪队友。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够根本改变，那么政变也只是一个开端。这次的行动是蔚蓝行动，下次弄不好见了血就变成红色的了。毕竟法国极右翼认为，如果什么都不干的话，那就只剩下白色。按照极右翼的做法，也许未来几年法国就是一个突破口，弄不好就会出现一场宗教战争，波及到什么德国、英国。而这些国家面对自己的问题，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学习中国新疆，把自己国内的局面弄得稳定了，而不是后院冒着烟，还老想在中国点一把火。好，关于法国这次未遂政变应该让欧洲人反思什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